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表示，北约将在马德里峰会上把俄罗斯称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俄方不再是北约的伙伴。他也提出，中国的强大会对北约安全构成挑战，这也意味着北约的新战略构想将会首次涉及中国。针对中国呢，他可能会首先在他的文件里边可能会对中国有一个说法，或者说有一个定位。那么会提到一些所谓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威胁，这是一个在文本上表达一种北约的一种政治的姿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军事战略部署方面可能也会加强一些和亚太国家的合作包括这个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日本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个合作，这是他可能做出的一些动作。至于说具体的有没有针对中国的一些特别具体的军事的部署，我认为现在难度还比较大。分析认为，北约在会前放出风声，将俄罗斯称为全球威胁，同时又渲染中国可能带来的所谓挑战，其拉拢盟友、企图孤立中俄的本质已暴露无遗。美国它现在这个重点开始从这个欧亚大陆的西翼往这个亚太地区来转移那么北约在这其中就是在美国的设计中呢，也要发挥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北约从它这个组织来讲，它未来要继续的发展，那么也要去回应美国它作为这个北约盟主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呢，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北约试图在这个亚太方向拓展一些它这个所谓的这个存在这是一种实际上是北约为了这个服务这个美国霸权来做出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北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太4国参加峰会，也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据悉，这4国领导人还将在北约峰会上发表数分钟的演讲。韩媒报道指，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在北约峰会上发表3分钟演讲，内容主要针对朝鲜半岛。此外，他还打算借此次峰会积极推动韩国出口，包括推动韩国核电站向波兰、捷克出口，与波兰进行防卫产业合作等。不过，韩方也强调，这不意味着韩国将转向反俄、反华政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宣布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新西兰一直是北约的合作伙伴，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但他声称，新将专注于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似乎是有意避免对北约峰会上的其他议题发表看法。新政治评论网站 Newsroom 批评称，新西兰一直专注于缔造和平，而不是制造战争。但令人不安的是，在新西兰成为无核国家并退出美澳新安全条约35年后，新西兰再次回到美国的防御伞下。这2个国家在经贸上跟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往来，特别是这个韩国经济上、政治上，跟中国的这个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那么，中韩的贸易额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包括这个朝核问题上呢，韩国也是要和中国来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所以呢，对韩国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说，在它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继续得到巩固的这个基础上呢，那么它也要维持好和中国也好，和其他世界上一些大国的这样的关系。据朝日新闻报道，岸田文雄是首位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出席此次北约峰会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机会。报道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称，如果岸田不出席北约峰会，就会被质疑日本在应对俄乌冲突问题上是否与美欧保持一致。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当日本安保遭遇台湾有事时，就难以向西方国家求助。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并未透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在北约峰会上讲什么。澳大利亚人报称，阿尔巴尼斯此次出席北约峰会是重塑澳大利亚与北约关系的重要机会，为澳大利亚在北约争取一个高级席位，还推动北约参与到中国问题中。是这个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当然，发挥，这个在美国对华博弈中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是他们自身展现对美国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对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他们跟中国之间呢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认为他们也不会在所有的政策上都跟美国亦步亦趋。外界普遍认为，北约邀请日韩澳新4个亚太国家与会，是想展现出其对于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
事实上，无论从安全环境、地区格局还是战略文化来说，北约和亚太都扯不上什么关系。但近段时间以来，出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北约正在试图激活并提升它的伙伴关系网络，从而介入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改造地区安全格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明确指出，北约是冷战产物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最大军事联盟，是美国维护霸权、操控欧洲安全格局的工具，同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北约声称自己是防御性组织，却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导致大量平民丧生，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不要再搞乱亚太，搞乱世界。北约明明是北大西洋军事组织，近年来却跑到亚太耀武扬威，试图把欧洲集团对抗的套路复制到亚太，此举十分危险，必将引发亚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